4個球，2場比賽。这是哈兰德踢世界杯的头2场交出来的答卷。哈兰德是谁啊？一个挪威人，平时在英超曼城踢俱乐部，可到了世界杯，他披的是祖国挪威的球衣。你就记一句话，这哥们儿是当今足坛最能进球的机器，1.95米的大个，跑起来跟卡车似的，后卫一上去就被撞开。可就是这么个顶级杀手，今年都25了，才头一回踢上世界杯。不是他不行，是他的祖国挪威，整整28年没踢进世界杯。上一次挪威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，还是1998年。好多正在看这条视频的朋友，那会儿压根儿还没出生。现在挪威回来了，回来头一件事儿，小組赛2场全赢，提前杀进32强。哈兰德呢，场场梅開2度，一场进俩，连着2场谁也攔不住。就这么一扎，评論區吵翻了。吵啥呢？挪威是不是全靠哈兰德一个人？這匹黑馬到底能不能算今年最猛的那個？又能走多遠？而且就這2天，他們淘汰賽的頭一關就要開打，對手還是非洲杯的衛冕冠軍。今天老馬就順着這幾個問題，從頭到尾給你嘮明白。先認認挪威這支隊，挪威在北歐全國就500多萬人，擱咱這兒也就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。就這麼個小國，足球還真不是沒輝煌過。1998年那屆世界杯，挪威那批人挺猛，小組賽硬是把巴西給掀翻了，2-1。要知道那會兒的巴西是羅納爾多領銜的衛冕冠軍，挪威能贏含金量十足。可問題就出在那之後，從2002到2022，世界杯一連辦了6屆，挪威1屆沒趕上，年年都卡在預選賽。預選賽就是世界杯正賽前的資格考試。你得從同區他都一堆球隊裡頭殺出來，才有資格訂機票。挪威呢，年年差那麼一口氣，一波有天賦的球員，從小伙子踢到掛靴，連世界杯的草皮都沒踩着。你想想這是啥滋味？就像你家樓下那支球隊，平時訓練賽誰都不怵，可一到正經選拔，臨門那腳總掉鏈子。這一掉了28年，一代人沒在世界杯上見過挪威，那為啥偏偏這次行了？就倆字兒，湊齊了。前面杵着哈蘭德這種世界級的殺手，中場還站着隊長厄德高，英超阿森納的中場大腦，專門負責把球餵到最舒服的位置。一前一後，同一批人同時成熟，挪威這才把關了28年的門給踹開。而且這次預選賽踢的是真硬，8場全勝，1場沒輸，打進33個球，光哈蘭德一個人就獨中16球，是整個歐洲預選賽的射手王。所以挪威這回來不是撞大運摸進來的，是手裡真攥着東西。那這東西裡最唬人的，當然就是哈蘭德。哈蘭德在曼城踢球，曼城是英超這些年最猛的球隊之一，他就是這隊門前的頭號殺手。給你個數據感受一下，他多離譜。他給挪威國家隊踢了52場，進了59個球，平均1場球進1個還拐彎。這麼說吧，算上近100年裡所有給國家隊進過50球以上的人，論場均效率，哈蘭德排頭1號。他為啥這麼能進？老馬給你拆3點，聽完你也能看出門道。頭一個，身體1.95米的個頭，還跑得賊快。這倆本來是矛盾的，大個子一般笨，跑得快的一般瘦小。他倆樣占全了，後衛想用身體把他頂開，根本頂不動，就跟拿肩膀去撞牆似的。第二個，跑位，說白了就是球還沒傳過來，他這人已經提前溜到門前最該出現的那個點上候着了。這玩意兒是天生的嗅覺，教練拿黑板教不會。第三個，終結，機會到了腳下，一腳就解決，不猶豫不磨嘰。很多前鋒是機會來了還得調整2下，他不用。這回世界杯他把這3樣全使出來了。第一場對伊拉克，開場沒幾分鐘就破門，那場梅開2度。第二場對塞內加爾，下半場又是梅開2度，連着2場比賽都進球，這是挪威隊史頭一個做到的人。2場踢完4個球，他直接成了挪威世界杯歷史上的最佳射手，人家就踢了2場。更狠的還在後頭，世界杯辦了快100年，能在自己頭2場世界杯裡場場都梅開2度的，整個歷史上算上他也才6個人，哈蘭德是第6個。你品品這含金量，這就好比班裡轉來個學霸，頭2次月考直接把保持了幾十年的校史最高分給刷了。再想想，25歲才踢上人生第1屆世界杯，對他這個級別的球星來說，等得太久了。所以這2場你能看出來，他踢得跟憋了好幾年似的，逮誰咬誰。可光看個人數據還不夠，咱得看看這2場球，挪威到底是怎麼贏下來的。第一場打伊拉克，4-1，哈蘭德自己包圓了2個，後衛厄斯蒂高頂進1個頭球，這球還是隊長厄德高開角球，餵到點上的。最後伊拉克自己人一腳烏龍，把球弄進了自家門裡，4個球就這麼湊齊了。伊拉克也不是一點沒還手，進了1個，沒讓挪威剃光頭。第2場更刺激，
3-2幹掉塞內加爾。塞內加爾是非洲1等1的劲旅，身体壯，速度快，特別不好惹。這場打成了5個球的对攻。挪威先由後衛佩德森開了紀錄，哈蘭德下半場連進2個把分差拉開。可对面那個薩爾也是個狠角色，硬生生回敬了2球，比分一度咬到3-2。挪威这口气一直提到中场哨才敢鬆。那挪威到底靠啥贏的？戰術其實特簡單，就一句話，直來直去。厄德高在中場把球往前一捅，哈蘭德、瑟爾洛特2個高中鋒負責門前那一下子，邊上還有快馬努薩給你來回扯。中場組織，前鋒終結，一條線捅到底，聽着糙，可是真好使。這兒得給第一次看球的朋友插一句，解釋個詞兒，叫提前出線。世界杯小組賽4個隊一組，每隊踢3場，排前2名的晉級，往下踢淘汰賽。淘汰賽跟小組賽不一樣，就一個字兒，單場定生死，輸了當場卷鋪蓋回家。挪威2場全贏，拿了6分，名額提前焊死了。第3場踢成啥樣呢？順便提一句，這屆世界杯擴軍到48支隊，淘汰賽比往屆多了一輪，從32強開始打起。這也是為啥挪威出線後碰上的是32強這一輪。正因為名額到手了，第3場對法國，索爾巴肯乾脆把主力一水摁在板凳上，一口氣換了10個人，連哈蘭德都沒讓上場，全隊就留一個首發。結果可想而知，法國那個登貝萊上半場一個人就連進3個，上演帽子戲法。最後挪威1-4輸了。所以這1-4你可千萬別當真，這是挪威主力歇着拿替補練兵的一場，水分大得很，根本不代表挪威的真實戰力。真正的考驗是接下來這場出線之後淘汰賽的頭一關，也正是這一關讓評論區徹底吵翻了天。說到這兒，先順嘴提一句，喜歡老馬這麼掰開揉碎講球的，右下角點個關注，世界杯這1個多月咱天天有的聊。好，回來說挪威的对手，挪威淘汰賽的頭一關碰上的是科特迪瓦，外號大象軍團，來自西非。這隊啥來頭？人家是现任的非洲杯冠軍，非洲杯就是非洲版的歐洲杯，是整個非洲大陸的最高榮譽。2年前那屆，科特迪瓦還是在自己家門口捧的杯，而且奪冠那段經歷本身就是個傳奇。那屆非洲杯小組賽，科特迪瓦一度被人0-4打崩，眼瞅着小組都快出不去，主教練當場下了課。結果一個臨時被推上來的本土少帥法埃，硬是帶着這支快散架的隊一路逆襲，最後奪了冠。中途接手還能把冠軍捧回家的教練，足球史上他是頭一個。这支大象軍團上一次踢世界杯還是2014年，隔了12年才回來。更關鍵的是，他們這回小組出線，是隊史頭一遭闖進世界杯淘汰賽。以前來過3屆，回小組就打道回府。所以這支隊現在跟挪威一樣，都憋着一股好多年沒釋放的勁兒。那他們踢得咋樣？小組賽3場，先是補時絕殺厄瓜多爾，然後1-2擊敗德國。末輪2-0拿下庫拉索，跟着出線。你能看出來這隊進攻不算華麗，3場就進4個球，效率一般。但他們有一樣東西特別硬，就是防守。非洲區預選賽踢了10場，一個球沒丟過。隊裡壓陣的是羅馬的中衛恩迪卡，跟座小山似的。隊長凱西在中場專門幹髒活累活，前面還有曼聯的邊鋒迪亞洛，萊比錫那個19歲的新星迪奧曼德，給你來速度和衝擊。那這場球到底怎麼打？老馬給你預判一下，不下結論，就咱倆撈了。挪威平時踢球最大的依仗是身體，2個高中鋒往那一杵，傳中、爭頂、定位球，靠力量碾壓你。可偏偏科特迪瓦也是身體流的代表，2個中衛一個比一個壯。挪威主教練賽前自己都承認，這對手最大的強项就是身體對抗。這等於說，挪威平時那套靠力量壓人的活，這場不太占便宜了。那挪威的贏面在哪兒啊？在上線，哈蘭德加厄德高這套前場組合，靈光一現的能力是科特迪瓦比不了的。再加上挪威的定位球是把好刀，專門用來撬開這種龜縮死守的密集防線。科特迪瓦的機會則在快速反擊，挪威後防本來就漏，一旦壓上去被人打身後，那速度快的邊鋒夠你喝一壺。所以博彩公司開出來的盤口是稍微看好挪威一點點，但也就一點點，誰也沒把握。還有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，這場球放在達拉斯，那座球場是全美少有的能整個關頂開空調的。6月底的德州大太陽能曬到38度，按說對北歐來的挪威是個劣勢，可關了頂開了空調，這點劣勢直接抹平，反倒幫了挪威一把。總的看，這是一場5-5開，稍微偏挪威的硬仗。
絕不是輕輕鬆鬆能過的。可就算挪威過了這關，一個更大的問題還擺在那兒。這支挪威真能算今年最有實力的黑馬嗎？咱把開头評論區那句話拎出来，挪威没防守，全靠哈蘭德，這話有幾分道理。你看小組賽能算數的那2場，挪威场场都丟球，伊拉克进他一個，塞内加尔进他俩，进攻是真猛，可後防这塊確實漏風，這是這支隊最大的軟肋，藏不住。但要是全靠哈蘭德一個，那也冤枉人。中場有厄德高串聯，邊路有努薩這種能單兵爆破的快馬，鋒線上還有馬競的瑟爾洛特跟哈蘭德搭雙塔，替補席上博布這些新生代也能咬人。挪威的进攻是有層次的，不是一個人在那單打獨鬥。哈蘭德是那把最锋利的刀尖，但刀身還是有点東西。那放到今年所有黑馬裡头橫着比，挪威到底排第幾啊？老馬跟你說句實在的，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樣。要論最有實力、最可能走到最後的黑馬，行内人公認的头号其實不是挪威，是摩洛哥。摩洛哥上届世界杯就杀进了4强，是非洲歷史头一遭。那批人现在還在當打之年，這次小組賽又逼平了巴西，人家是攻守都成熟的整套體系，嚴格說已經快不算黑馬，算半個強隊了。再往下還有哥倫比亞這種攻守均衡、簽運又好的，那挪威算啥呢？挪威是這批黑馬裡頭上限最高、最有爆點的那一個。為啥？因為有哈蘭德，別人靠整體，挪威靠的是巨星。只要哈蘭德手感來了，單場之內掀翻任何一支強队都不稀奇。這種刺客屬性，全場獨一份。可你要讓他跟人慢慢磨，拼整體厚度，拼淘汰賽的硬仗經驗，挪威就露怯了。畢竟這幫人頭一回經歷世界杯淘汰賽這種單場定生死的壓力。最有意思的是，連哈蘭德自己都不飄。被問到挪威是不是奪冠熱門，他原話是：挪威絕對不是夺冠的競爭者。你看，當事人比咱們還清醒，所以老馬的判斷就擺這兒。挪威這支隊像一把開了刃的快刀，鋒利出鞘快，可惜沒護甲。碰上實力一般的，他一刀撂倒；碰上那種又能攻又能守、慢攻出細活、磨到最後1分鐘的硬茬，他容易自己先漏。這次淘汰賽，他們要是能闖進8強，那已經是超神發揮。再往上能走多遠，得看抽籤的運氣，更得看那條漏風的後防到底頂不頂得住。不管最後走到哪一步，有一點能確定：28年的等待換來哈蘭德這2場炸裂的首秀，挪威這屆世界杯已經值回票價了。對一個等了1代人的國家來說，能站在淘汰賽的舞台上本身就是贏。那問題就交給你了。第一個，挪威淘汰赛頭一關過不過得了非洲杯冠軍科特迪瓦這道坎兒？第二個，往遠了看，你压挪威能走到哪一輪？8強、4强，還是過了這關就到頭？第三個，也是老馬最想聽的，今年這麼多黑馬，你心裡那匹最猛的是哈蘭德的挪威，還是摩洛哥？把你的預測打在評論區，等比賽踢完，咱回來對答案。喜歡這種掰開揉碎，把球講明白的，別忘了點個關注。世界杯這1個多月，老馬陪你從頭看到尾，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